淤血应该放进哪一经？如果把6经当作6个症状抽屉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因为淤血可以和疼痛、硬满、颜色改变、月经异常、精神变化等许多现象一起出现，也可能牵涉多个系统。于是有2种看似方便的处理：第一，把淤血单独列成第7套系统；第二，因为它与管道不畅有关，就把它整体塞进少阳。我认为这2种处理都不够准确。嘿，你好，我宣有成，好久不见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先看经典层，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中有血症、续血、淤血等相关文本，也有少腹集结、少腹硬满、小便自利等用于辨识续血关系的条文线索。经典记录的是现象、关系与方正边界，并没有提出淤血是第7经。传统解释层把淤血理解成血行不畅、血液停滞形成的病理状态或病理产物，并通过疼痛性质、部位、舌色、腹症、月经等等线索加以辨识，这是传统解释层。在我的功能变量模型里，我把淤血定义成跨系统病理产物。所谓跨系统病理产物，是说它自身不承担一套正常生理任务。太阳、阳明、少阳、太阴、少阴、厥阴都有各自的功能职责。淤血并没有一套平时正常运行、出错后才治病的独立系统，它是多种功能偏移长期作用后形成的结果。那么为什么功能变量系统会用少阳 C 来表达淤血？因为少阳 C 描述管道通畅度，当有形堵塞形成，通道局部或整体的通畅度会下降，所以少阳 C 可以成为淤血进入6经功能网络的主要状态接口。接口不等于归属，就像高速公路被落石堵住，交通通畅度下降，是交通系统最直接的毒素，但落石并不是交通系统的一部分，它可能来自山体结构、天气、水土和维护不足共同作用。同样，淤血造成的阻塞可以表现为管道通畅度下降，但淤血的形成可能同时涉及基础能量输出不足，也就是推动力不够，沉积物量升高，也就是下游实体阻塞，废水总量升高，废水负担增加，或者进水总量下降，可利用津液不足。所以准确的说法是，淤血不是少阳系统本体，而是一种跨系统产物。少阳 C 是它在通道层的重要编码接口。如果把它说成少阳的一部分，观众会以为少阳的正常职责里本来就包含淤血。实际上，少阳的正常职责是调度和保持通道运行，淤血是通道及其上游、下游长期失衡后出现的异常产物。在功能变量知识库中，用一个演进序列描述管道通畅度下降，轻度时更像无形的气机不畅，进一步时可能夹入水湿痰饮，长期严重时可能形成更实质化的血型阻滞。为什么要单独用一集讲淤血？因为它检验了功能变量模型能否区分3种不同身份：正常系统、系统变量、病理产物。6经是正常功能系统的分类，管道通畅度是描述通道状态的变量，淤血是多系统失衡后可能产生的病理产物。这3者如果混在一起，模型很快就会变成见到什么就加一个系统。水饮与淤血的区别也说明了这个问题，2者都可能让通道看起来不畅，都可能出现局部的胀满、颜色或形态变化。但水液处理异常，首先要回到运化通量、进废比、废水总量和水液分布。淤血则需要更强的固定性、有形性和相互印证的证据。
仅凭一条舌下静脉颜色深，不能自动判断成独立淤血；仅凭一个疼痛，也不能自动把管道通畅度打到严重下降。模型必须同时记录支持证据、冲突证据和缺失信息。功能变量知识库记录淤血时，会把3个层面分开。第一层是形成网络，哪些上游系统可能增加了形成条件。第二层是当前状态，通道是否出现固定、持续、有形的阻塞。第三层是证据强度，现有材料只是颜色或主观感受，还是有相互印证的腹部、疼痛性质、病程和其他信息。这3层不能相互替代。知道基础能量输出不足可能参与形成，不等于已经证明存在淤血。看到通畅度下降，也不等于知道堵塞物是什么。只有证据强度足够，才能从一般通道不畅进一步讨论病理产物。模型还要区分淤血后血和淤血已确认、颜色、刺痛、固定部位、腹部抵抗、小便等等信号各自特异性有限，只有在来源可靠、时间一致、相互支持时，置信度才能上升。任何单一外观信号都不应被 AI 直接转换成严重的管道通畅度下降，更不能用后来的调节结果倒推最初一定存在淤血。某种做法之后发生变化，只能作为需要重新核对的反馈，不能替代治疗前证据。这条规则会让很多故事失去戏剧性，却能保住模型的证据边界。再把4种知识身份明确一次。经典关于蓄血、少腹和小便的条文属于原始文本证据，血型不畅、血液停滞、淤血为病理产物，属于传统解释语境。把淤血定义为跨系统病理产物，并用管道通畅度少阳 C 作为主要的通道接口，是功能变量模型的翻译。把气滞、水湿痰饮到有形的瘀滞描述成可能的连续演进，以及用多系统变量解释形成条件，属于待验证假设。它必须接受来源材料、反例、现代检验和长期校准的约束。什么反例会迫使模型修正？如果明确的淤血证据大量出现，却始终没有通道不畅这一层的可解释关系，管道通畅度的接口地位就需要调整。如果太阴水液异常足以解释全部信号，模型就应当撤回独立淤血判断。如果某些淤血形成机制与当前少阴、阳明、太阴变量完全无关，形成网络也需要扩展。一个学说的权威不来自于他永远有答案，而来自于他知道自己的答案属于哪一层，也知道什么证据可以推翻它。所以这一集的结论是，淤血不是第7经，不是少阳的正常组成部分，而是跨系统形成，在通道层常表现为管道通畅度下降的病理产物。下一集我们把多个系统同时出现时最容易混乱的4个词拆开：兼证、合并、并并，以及真正的绝因总控冲突。我是袁有成，功能变量创始人。世界不是物体，而是关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